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你看到这支影片7天之内会发生的好事情哦。好，首先呢，我们一样进入到我们的验证牌，看一下这一组是不是你们的能量哦。好，首先呢，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第一张验证牌是一个迷宫哦。这张牌啊，它讲的是其实你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哦，因为你们知道吗？会被这张牌选中的朋友啊，你们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哦，你们不大容易被别人说服，你会自己去研究、去感受、去判断，但有的时候你们会因为就是过度的思考而陷在自己的思绪里面出不来。因为你可能太认真想太多，反而会让自己在某一个好像思绪的迷宫中转来转去。但同时这张牌啊，我也看到你在过去的人生中，你回想，以前到现在走过的路，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时刻，比如说你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你左边右边选了一个方向，那结果走着走着发现自己好像走错了，然后你跟自己说好没关系，这次只是运气不好，那我下一次再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结果到了下一次十字路口，左边右边你又选了一个方向，但这次走着走着你却发现你怎么离你想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远哦，所以你会开始怀疑说，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运气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有时候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或者是说怀疑是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继续走下去。有些朋友你会想要回转，想要回到重新的最开始的那个路口，重新做一次选择。
包含你们的一些人生大事、婚姻啊，或是一些职涯的选择方向等等。那更进一步的是，有些朋友你们会不敢再做选择了，因为你不相信自己，你可能就会站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动也不动，因为你害怕你再做一次选择，如果又做错了怎么办？你们承受不了那样子的痛苦。那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以为走错了，有的时候你以为走歪了，或是绕的那些远路啊，其实呢，最后它都在把你带往你该去的地方哦。迷宫从外面看其实是很复杂的，会让人家觉得根本就走不出去。但其实呢，走在里面的人啊，他每往前走，每走一步路，他都是往中心靠近的。你们并没有在原地打转，你一直在前进，只是你自己看不见。真正的失败呢，只有当你完全放弃的，坐在原地不动的那一刻，它才是真正的失败。而你们呢，现在还在这里看这是影片，所以大家你们并不是真的失败，你们还在往前走，还在想方法。不要再责怪自己过去的选择，不要再懊悔你过去做下的某一些决定哦，他们并没有浪费。还有你想要去的地方啊，其实比你以为的还要近。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因为想要快速、急于求成，所以会在这个人生的迷宫里横冲直撞。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心境其实很清醒。过去也许在十字路口徘徊，也许选错了方向，也许觉得自己判断失误，也许会觉得为什么别人走得比自己快那么多。但是你们要知道，所谓的错其实是在排除错误的选项，那一些你绕过的弯路，它是在帮你更精准的去校准你未来的轨道。真正能够破局的人，不见得是一开始跑得最快的人，而是那一些能够在迷宫中安静下来，看到这个墙与墙之间某一个规律的人。所以这张牌其实在对大家宣告，你们已经走过了过去那一段盲目的尝试的阶段了，现在你们会开始用一个更高维度的方式去看见你现在的处境。这座迷宫它不会再是阻碍，它会成为你的领土。大家你们未来会发现，其实路一直在这里哦，只是你以前可能用一个过度焦虑的滤镜去看待它。现在我们调整了视角，我们终将会看见正确的方向。这个绝对不是偶然哦，是你长久以来累积的认知终于在这一刻显化了。所以我在这张牌看到的，它不是一个迷宫的困境，它是一种通往更高阶层次的一个地图哦。这个地图并不是谁都能看得懂的，但是第一组的朋友，既然你们抽中了这张牌，就代表这个是你们生命中应该要展开的下一步。好，这是第一张验证牌哦。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牌。哇，这张牌是很开心 fun 这张牌啊，哇，有没有一种让你想要笑出来的感觉哦？这组的朋友啊，首先第一个验证是你可能在人群中啊，会是那个重视气氛的人，你希望跟人连接的时候，这个气氛是好的，或是说，你在群组当中啊，只要出现整个场合就会变得很热闹，或者是说你是某一个群组中的一个连接点，或者你是会用心关心大家，想要把大家聚起来的人。那这组的朋友啊，你可能习惯当付出的那个人，或是让大家都很舒服很开心的那个人，但是你心里有一些东西其实很难解释，很难去说出口，因为你不想要让这个气氛变糟，你也不想要让别人担心，所以你可能把心里的一些情绪压下去盖过去。那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在笑得很开心的时候，玩得很热闹的时候，
突然会有一种就是很奇怪的空洞感，这个空洞感也有可能是你回到家之后一个人关上门坐在床上才产生的。这种空洞感是什么呢？可能也不见得是一种悲伤，它就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明明今天很快乐，但是这个快乐散掉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哦。那你有时候会想说是不是你自己想太多？只要我重新回到这个我喜欢的聚会里，或是跟我喜欢的人做一个开心的连接，就应该会没有事情了吧？抽到这张牌的朋友，你们一定对关于关系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维护，其实是有一种很深的执着。你们并不是那种可以随便跟人家交心交朋友，然后又随便放掉的人。如果你在乎这个人，就是真的在乎，而且是在乎到放在心里很久很久的那一种。那可能也因为这样，当一段关系让你们失望的时候，其实你受的伤是比别人所看到的这个表面还要深的。所以有些朋友你心里其实记得那个伤，就是记得每一个让你失望的瞬间，每一个你希望对方会在你身边，但对方其实不在的那个感觉哦。你把这些东西放在心里藏在心里的一个角落，可能故意不去碰它，然后若无其事的往前走，这个可能是大家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哦。但这一组的朋友啊，我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并不需要一直当那个就是好像很坚强的人，你们可以有脆弱的时候。还有这张牌有另外一种验证是，因为结合了前面这张迷宫接下来我要讲到一个更深入的东西哦。你们心里可能很清楚，你所渴望的所谓的快乐乐趣，并不是某一种随手可得的小确幸。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追求的是一种，当你把所有的变数都掌控在手中之后，展现出来的一种从容。也就是说，这两张牌的结合，就是你觉得你把一切生活基本的安定，就是都安定好之后，或是说没有那么多需要忧虑的事之后，你才可以发自内心的喜悦。那你不需要在为明天的生活焦虑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的放松哦。很多人在生活中其实被各式各样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那也许他们谈论的快乐是一种可以帮他们暂时忘掉痛苦的一种麻醉感般的快乐。但是我从这张牌读到的能量是，你们想要的是一个就是完完全全的可以支撑自己想要的自由，可以超脱就是被目前生活琐事捆绑的一种层级的快乐。就跟前面这张牌一样，我们是一个俯瞰的视角，是一种站在阶级高处看着规则运作的游戏感。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是渴望掌控人生主导权，你们其实是渴望追求长期价值的。过去你的生活中可能一直保持着某一种警戒，然后你觉得说要在人生的这场游戏中活下去必须要比别人更加的努力，或是更加的谨慎。但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们之前的一些累积已经这个局面已经慢慢不好，慢慢收网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种清醒，保持你们本身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去走你现在在走的路。最后呢，它是能够通往你内心真正定义的这种乐趣跟快乐，它也是通往自由的绝对的路径哦。好，这是你们的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符合的话，我们赶快继续看下去，宇宙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哦。Thy will be done。好，这张牌呢在说什么呢？首先呢，要恭喜大家哦，你们现在心里一直执着的，一直死磕的不放的那个东西当你稍微松开一点的时候，它反而会来找你哦。有点像是你把自己紧绷的能量松开了，事情反而有空间流动。这个并不是要你放弃，而是让你放松。所以呢，在接下来的7天内，大家会遇到一个让你可以喘口气或者是松口气的消息哦。
它可能是工作上一个你等了很久的结果，终于出来了，而且比你想的还要好。也有可能是某个机会找上门，那个机会是你之前努力争取过，但是一直没有结果的，现在它自己来了。也有可能是你有一些隐形的贵人，默默的在帮你做一些事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去牵线了，或者是可能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那这句话会让你觉得，原来我过去这段时间做的事情，这些努力有人看见了。这个被看见的感觉对你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做了太多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就是闷不吭声的去完成的，但这些你觉得不会被记录的，或是没有功劳的努力，其实宇宙全部都记下来了。现在要给你一个答案我们看见老鹰它在飞翔老鹰它并不是靠着蛮力飞的，它是让风来拖着它的，而且呢，你们也是被老鹰所拖着的，往上走的，所以你们真的可以放松一点。有的时候凭自己的蛮力去努力，它可能在短期会有成效，可是长期来看呢，你们会需要一个我觉得对于未来更大的相信跟信念。那现在宇宙已经把老鹰放在你们的脚下，它就是要来帮助你往上走，往上飞，往上去看，不要再看脚底下的这些争执，你们会有一个更大的视野跟格局，老鹰会带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顺势的时候我们就做顺势而为的事情好，下一张牌很厉害它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这个是一个人走向光的过程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通往真理跟真相的路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很多人可能就是劝你不要走出去，所以你心里很孤独。这个孤独是因为你的认知已经超前了你的环境，也许你可能无数次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了，觉得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但是呢，你们这种坚持其实是在寻找一个最真实的一个真理，跟找到灵魂的共鸣点，也就是说你们往前走是可以碰到你所想要的那个答案那接下来7天你们会在一个很平静的时刻获得一个让你们觉得很通透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是一直困扰你的一种，比如说赚钱的模式，或是一个解决的方案，或是关于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为什么生存，我为什么要战斗的这些疑惑。好，这些都会迎刃而解你们也会遇到一个比如说可以跟你深度对话的人，或是一个讯号，或是一个契机这样子的对话打开，或是这样子的讯息传来你会确认说你之前所有的坚持都是对的。你们并不需要向外在的人多说什么，因为其实你已经找到了通往属于你自己光芒的这个通道，就是说你们已经证实了你走的这条路，或是你做的这个选择，是你未来几年财富跟地位成长的一个最稳固的一个根基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还会遇到一个连结这个连结可能是一个合作，可能是一个新的关系这个连结会改变你接下来的方向，它会让你觉得你终于找到了同频的伴侣，就是原来有人跟我想的一样，原来有一群人跟我想的一样，这个找到这个连结会让你整个人都放松，因为你在这个连结，在这个群体中你们是可以去信赖，是可以去交换意见的。过去你可能以为你一个人要走很久很久，但其实你们的同伴已经在路上了，就在前方，就快到了。好，More to give。好，这张牌好柔美，好漂亮这张牌是有一个白衣的女神她头上戴着花环然后身边也被小兔子跟这种很美丽的花所回报。
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内心有一个很丰沛的力量，其实你有很多的爱是可以去给的，但过去啊，可能这股爱这个力量被耗损在错误的人跟事身上。你心里明明就很清楚，其实你值得更好的生活，你值得更多的尊重，更多的爱。为什么长期以来你的这种价值好像被忽视，或是位置被错放？你心里有一种不平静的能量，那这个不平静的能量，现在一切都要翻转了。女神的出现呢，象征着大家你们过去所有的付出都会转化成显性的一个收益在未来这7天呢，好事会发生在所有的价值回归上。无论是你过去在职场的经历、资历、经验，或是对家人的一个付出啊，或是对某个专业领域的耕耘，都会开始产生一些实质的回报。有人可能会主动的寻求你的专业，或是某一个你曾经随手种下的一个善缘、一个机会，会在这一周开花结果。因为你们的能量场开始转变了，你们给予的越多，回流的资源就越庞大，所以请保持这份自信因为属于大家的丰盛时代才刚要开始，你们能够这样子给予，代表你们本身也是丰盛的。其实你们过去做很多的事情啊，你不会大张旗鼓的去要求对方感谢你，你可能会觉得说我爱一个人，在乎一个人，我就是要这样做，但是偶尔你心里也会想说就是这样子的努力，或者说这样子的默默的付出，或是委屈，甚至是牺牲，到底有没有人看见呢？你有的时候会去想要去说，但有时候又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我去说我去争功劳，这个付出就没有那样子的纯粹了。好，但是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是人，你当然需要回报，你当然需要一个觉得更加公平的运行方式，你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需要被说出来，你需要有人让你感觉到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切，你需要被别人重视。好，这些都不是自私，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一个需求接下来你们的需求会被满足你心里很柔软的那一块会被触碰到，可能你一直在等的一个回应回馈，或是一句谢谢，它会来到你的生命中。那关于钱的方面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如果说这组的朋友你最近在钱方面金钱的流动方面有一些压力的话，这个压力会减缓非常的多，甚至是被消除，可能是一笔让你完全没有预期的一个金钱流入，一个收入，或者是说你一直在等的一个结果终于出来，也有可能是你们的投资收益超乎你的预期，超乎你的想象，那你过去所布的局现在都要回来了。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好，这张牌是宇宙星云好，这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一直觉得你的人生不该只有这样，你对于某一种现有的框架、现有的生存游戏感到很厌倦。我觉得你们的思维其实是量子化的，就是你觉得你好像可以同时在几个维度里面切换，但是呢，现实环境好像把你死死的锁在某一个低层次的回圈里面你们的思想非常的活跃，让你常常会有这种怀才不遇的焦虑因为前面说的你们所想要的并不是一种小确幸，而是阶级的跨越跟跳跃。那接下来这7天呢，我觉得好事会发生在你们可以接触到更高维度的资讯跟资讯的跨界重组，你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个完全跳脱出你既有逻辑的资讯圈层，或是这种赚钱的方式，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商业逻辑，深度的交流，或是一个让你瞬间明白原来背后是这样子运作的，财富是这样子运作的一个契机那宇宙想要告诉大家不要害怕跳出旧有的逻辑，因为这个是你们的破局点，这股能量会强迫你抛弃那些旧的无用的习惯，这并不是单纯的心而已是大家长久以来对于更高层次的渴望
跟宇宙的频率共鸣，所以让正确的资源向你这边汇集哦。在这个破局之后啊，在这个瞬间之后啊，你们看待事情的方式会不一样。你会发现哦，你之前卡住的地方，它其实不是墙，而是一扇门，而你们现在终于找到开门的方式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哦。哇，这张牌是一个想要去改变的这个炼金术师哦。我们看到一个人站在宏伟的这个瀑布殿堂的瀑布前面哦。觉得这张牌啊，其实很对应你们经历过痛苦，经历过迷宫的碰壁，你非常清楚你想要把自己重新的重组，想要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脆弱的、容易被情绪影响的自己，或是某一些你不喜欢的这个地方啊，做一些革新，或是做一些有点像是自己的太旧换新，长出一个新的你。你们是一个准备好要炼金的人，你想要将过去所有的伤痕、挫折，以及过去所缴过的学费，通通提炼成属于自己的一种黄金的系统。也就是说，我看到的是第一组朋友，你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修补，而是一种彻底的重生哦。接下来7天呢，你们会迎来一个很大的转化，就是你一直觉得是消耗你的事情，没完没了的工作，不断折磨你的关系哦，会因为你的心态改变，突然转化成为提供动力的资源。它可能是让你去开拓一个新的未来的路径，或是正是因为有这一些人事物的出现，让你更快速的想要找到属于你自由的一个通道。那这个是一个动力，这也是一个心灵炼金的过程哦。你们会体会到什么是化腐朽为神奇，原本阻碍你的这些所有的墙会变成大门，然后为你打开。这里的瀑布啊，象征的无尽的资源跟进化的力量。大家你们长久以来的一些资本或是一些价值哦，会在这一周内彻底的显化，转化成你的地位、资产，或是你那一种无人可及的洞察力，也会帮助你进行神圣的一个蜕变了。好，过去那些让你很难受的事情，那些你一个人消化过的委屈啊，它都在你身体里面进行了像是炼金术一样的这样子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让你发现，原来你过去所有的经历就是你最大的一个资产哦，因为你们是一个有故事、有重量的人。你会突然发现，在你转化完之后，你站的地方会比你过去以为的还要高很多。可能是有人来找你问一些事情的看法跟意见，而你给出了这个答案，连你自己都吓一跳，没想到你自己可以看得这么清楚，回答得这么准确。可能是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别人都很慌乱，但是你没有，你很平静的去安排或是处理。你自己也愣了一下说，原来我已经变成这样子的人，就是这个困难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困难了，已经可以很轻松的去把它处理完了。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我可以的能量，这个并不是说服自己、硬逼自己说我可以的，我要努力去完成，而是一种你真的知道你有能力去掌握跟做这件事情哦。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机会，所有的门为你们敞开，而且是源源不绝的能量哦，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跟完全不一样的高度。我觉得最棒的是，你可以把这些资源、这些能量都用来去帮助你，或是说提升你身边的人。因为这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很重视关系的人，可能你有过这种想法说如果我成功了，或者如果我有这些资源，我希望我身边的人也可以过得更好，或是可以去帮助他们。这种感觉其实会让你觉得是一个舒服的，或者说是一个自己有能力的一个象征哦。现在呢，
终于可以去实现了，终于可以去完成了，而且这个好消息会是一波接着一波来的。好，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那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更快的加速这个显化的过程的话，欢迎也参考蜜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在这个灵性的天地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好，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7天之内会发生的好事情。看到这支影片之后，7天之内会发生的好事情。好，首先呢，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验证一下这是不是属于你们的能量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猎人哦。好，为什么是深藏不露呢？看一下第一张牌，有一个女生呢，她坐在萤火边，那她的身边呢有狐狸，然后还有蝴蝶。这张牌代表什么呢？我觉得在外人的眼中啊，可能朋友、家人，甚至是伴侣的眼中啊，你们是那一种也许是乖乖牌，甚至是有一点呆萌的感觉哦。你们可能不会很就是直接的跟人家起冲突，或者说对别人来说啊，你们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很稳定的代表，但其实啊，他们并没有看懂真的你们内心啊，其实有一只狐狸的，还有这只蝴蝶，它代表你们的内心哦。你们并不像外表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呆萌，这么的乖巧。其实啊，你们是表面上好像眼睛闭起来，然后什么都可以，或者说没有一定要去争取什么，但其实你内心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内心是很精明的。你之所以要表现出来这样子的模样啊，是因为你们知道，如果你太锋芒毕露的话，可能会招来一些麻烦，特别是在你还没有完全长大，还没有很有实力的时候啊，你们可能会选择一种比较低调的生活方式，选择蛰伏。其实呢，你们一直在盘算要怎么翻身，要怎么布局哦。你们并不需要别人理解，甚至你会觉得没关系，你们觉得我很普通，然后不要把我就是当成是一个威胁的对象，这样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你们内心啊，我觉得其实是有想法，然后有计划的。那在这样子的思考的背后啊，其实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会很孤独，因为身边的人他其实跟不上你们的频率，因为你们的内在世界已经走得非常的前面了。然后再结合第二张牌哦，牌面上这个女性啊，她在做一个表演扇子舞。那这张牌啊，它代表的是一个感性跟情欲的表现，更深层的其实是一种掌控欲。也就是说，这把扇子的背后啊，代表第二组朋友，你们对于极致体验的渴望。你内心其实有一点压抑哦，这种压抑不单单是在生活上，还可能是在亲密关系跟自我实现上。我觉得你们对于这种美感或是审美的要求很高，你不喜欢那种廉价的热闹感，你讨厌那种被别人掌控的感觉。所以呢，你们可能常常幻想你可以去抛开一切的这种包袱，去追逐那个真正让你脸红心跳的目标，真正让你觉得很兴奋的事情哦。不管它是财富、权利，或者是一个关系，或者是一个狂野的梦想。这个红色的衣服啊，其实代表你们内心蠢蠢欲动的能量哦。你们绝对是一组不甘平凡的人哦。有时候啊，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或者说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啊，别人可能会有一种被你惊讶了的感觉，甚至惊喜的感觉。可能外表看起来是温和乖巧，但其实你们的内在或者说私底下
是有很多的这种表现欲，或是表演欲，或是说，你在亲密关系上其实是可以非常的狂放的，就是在感官体验上，其实你是可以做到一个极致，或者说你喜欢达到一种极致的满足哦。你们想要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安稳，我觉得你们更多的是想要一个掌控感。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啊，你们就很像是深藏不露的猎人，或是这种隐藏版的精英哦。你们看事情的眼光啊，会变得越来越毒辣，或是越来越这种精准哦。而且啊，随着你们的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你们也就像那只蝴蝶一样，会不断的在蜕变，最终啊，你们会去收获属于你们自己，就是你现在在布的局，最后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收获。所以呢，这组朋友看来你们的能量就有点像是，其实内在非常的有实力，但外表不一定会表现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会形成那种被人家低估的局面，但其实你们可能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天才哦。好，那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们的话，我们就赶快继续看下去吧。好哇，第一张牌就非常的有力量哦。这张牌是女王牌，它是自我价值的一个主权宣告哦。这一张牌啊，哇，我觉得其实你们可能过去啊会有一个这种偶像，或是你会去仰望某一种强者，因为你觉得你可能需要修炼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有些人是你心中可能会有一个模板，就是你会很钦佩这个人，会反复听他的一个话语，或是你反复去听他的一个就是道理等等的。那有些人你们可能会去找一种比较厉害的伴侣，有一种慕强的能量哦。但其实一切的一切啊，你们内心深处啊，本身就是闪闪发光的。你过去觉得自己还不是金子，你觉得自己还在镀金的一个过程，在历练的一个过程哦。但是现在啊，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过去可能会觉得，你自己还不是金子，你还在镀金的一个过程哦，所以你会需要某一种标杆对象，或是想要找比较强的伴侣。但是呢，其实这一组朋友啊，你们真的本身就是闪闪发光的。好，你所崇拜的偶像，或是你依靠的伴侣，他们身上的光芒，你自己就能够拥有哦。所以现在7天之内啊，这个光芒要被绝对的唤醒哦。比如说在某一个工作的场合或是决策的时刻，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比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更加的清透明白。其实你早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你们的气场会完全的显现跟展现，而周围的人，他看待你的方式也会渐渐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影响是一层一层的。这一种改变呢，它可能从一个你是一个很无害的乖乖牌的这种小白兔，变成一个哇，你是女王这样子的一个敬畏。所以呢，你们要知道，你本身就是黄金，你不需要再透过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哦。你本身的存在就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是把你展现出你光芒的一个时刻了，大家要看一下，感受一下这张牌的能量哦。这个是干大事的能量。好，你们真的非常的不得了，两张牌都是加成上去的一个能量哦，强强联手。Be the big one。好，你们会拿回调度资源的权杖。这一张牌啊，如果说你们过去啊是习惯等待跟接收别人的指令规划，或是工作上的一个就是听命行事，接收社会给你的框架，习惯做那个被别人调度的人的话，这张牌的出现呢，代表说接下来啊，你们的角色会发生绝对的互换。
你会发现你们并不是在等别人发号施令，或是等别人给你剧本，你是那个握着笔的人，你们是那个可以自己创造剧本的人。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显化的是一个掌控感。你对于财务或是生活规划的决策，或是一些人事的安排，会变得异常的果断。或者是说，如果你过去身边呢有一些很不讲理，就是那种情绪失控，然后可能会就是无端的骂你，或是无端的苛刻你，把情绪发泄在你身上的人啊，现在呢，你们不但不会受他们影响，你们反而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很漂亮的给他反击，或是反将一军哦。不要觉得说，小虾米永远都没有办法对抗大金鱼，因为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小虾米了。我觉得你们可以用一个很精准的方式去完成一次漂亮的反击跟回击哦。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不再是那种被压着打或是欺负的角色。你会发现过去你觉得那些很困难、很大、很遥远的事情，现在其实你只要愿意开口，这些资源就会自动的向你靠近。这并不是运气而已，是因为你们的格局提升了，整个提升了，把自己看作 Big One， 就是你们是很厉害的。那些市场的杂讯，这些琐碎的一些资讯，或是试图干扰你的小人，或是有毒的关系，他们其实自然而然的会瓦解跟退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第二组的朋友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洗礼，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调度你想要的资源，这是一个很爽快的感觉哦。你们拿回了你的话语权，或是说在亲密关系当中，对方会认真听取你的建议，而不再只是把你当成一个这种乖巧的附属品。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你会发现原来这世界上大部分的规则啊，都是留给那个愿意站出来说话或是争取的人。所以呢，接下来你会发现你们成为那个所谓的大人，你们成为那个定规矩的人。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你一旦展现出你原本的样貌、气场跟实力之后啊，或者是你开始真实的表达你自己的声音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其实是能够去打通关，或者说别人的这个嘴脸其实会换一张面貌哦。下一张牌，这张牌是一个很舒压的感觉，它代表关系跟感官的彻底的放松哦。这张牌在讲的是解放。有些朋友，如果你过去在关系中习惯性妥协的话呢，这张牌只是告诉你说你可以解放了。这种解放有一种非常爽快的感觉，它是一种不单单是短暂的释放，是一种灵魂深处全然的自由哦。假设你在过去的关系中一直扮演疗愈者的角色，一直在倾听伴侣的抱怨，或是在承担对方的焦虑的话，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接下来呢，我们不会再变成谁的这个情绪垃圾桶了。你会觉得对于那些沉重纠结，或是一直需要去配合的关系感到厌烦，你会开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追求属于自己的极致的感官的体验。有些人可能会去买一个好的东西犒赏自己，或者是说进入一场深层的自己跟自己的一个交流哦，或是拒绝一场觉得很无聊的约会。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方会因为你们的改变而改变，可能你过去都会听话配合，现在你拒绝，对方反而会对你产生一种强烈的好奇感，因为你变了，你并不是那种好像很容易得到、唾手可得的一个乖孩子。现在呢，我觉得你们是充满灵性的，然后又让人捉摸不定，又让人想要看一看究竟，它是一个美丽的谜团哦。此外你们会在感官层次上发生很好的事情哦，你们会重新找回对于身体、对于生活的一个敏感度。
这个快乐啊，你不需要透过讨好来换取，快乐来自于你对自己感官的宠爱，也就是说你们会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这种身心灵的高潮感，也有点像是你不再需要某个人的肯定之后，就是你本身有了底气，你不再需要谁的关注之后，反而对方把整个目光都放在你身上，这个也充分体现了大家女王的能量哦。好，哇，秘密花园哦，这张牌有一种让人想要一探究竟的迷人的感觉哦。这张牌在讲什么呢？过去啊，你内心可能有很多不一定敢说出口的秘密，或是一些梦想，在无数个深夜里面，你们用你的智慧所累积出来的一个想法跟策略哦。接下来7天之内你会发现，你一直关注的某一件事情突然出现了关键的转折。这个转折，这个机会来得非常的安静，我觉得跟大家很符合大家这个深藏不露的一个风格哦。但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提早布局了，或是说一直在关注，所以虽然它来得很静悄悄，你们还是立马就抓住了。你会发现原本你以为没有办法执行的计划，吸引到跟你频率相符的人，还有一笔资金可以去执行，或是你原本以为很难谈成的项目，竟然在你不经意的可能几句交流中就这么成功了。这个就是秘密花园的魔力哦，它在告诉你说，那些你隐藏起来的梦想、想法跟计划，它并不是妄想，是你们灵魂中最有价值的种子。有些朋友过去啊，你们的生命可能经历了不止一次的灵魂暗夜，我觉得你对于你的人生，对于你的未来，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宏图的一种愿望的，就是说不单单只是你个人，你会觉得我个人完成了一次升华跟进化之后，你其实也希望去营造一片净土，或是一个乐园，或是一个社群，或是一个社区哦。就是说你期待的不单单是你自己好而已，还有一种更好的能量哦。那现在这张牌啊，我看见你们很多不经意的灵感啊，都会促成一种很美好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小心翼翼，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好像低调的隐藏自己的光芒哦。现在啊，是属于大家的革命，别人只会看到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这么强哦，但其实你自己内心知道，这个是我们过去一直以来蛰伏很久蓄势待发之后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哇，你们的最后一张牌落点到金字塔，它是能量的聚合跟最终的胜利，也代表着属于你们自己的王国系统。这张牌呢，是所有牌的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它是你们所有能量的最终聚集点。大家看一下金字塔的能量，它是很久的、稳定的、永恒的、层次分明的。也就是说啊，不只有7天的好事而已，在这7天之后，我们会蜕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我们不再是以前那个随波逐流的人，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系统。过去你所有的想法、布局、规划跟经历之后，都会全部被放大、共振，成为你往后生活最稳定的一个根基哦。好，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在这7天之内啊，做出一个关键的决策，可能是财务上、关系上或是职业上的。这个决策啊，它会像核爆一样引发连锁反应。你会发现原来只要你敢站出来当女王，整个环境的能量都会来配合你。你们不再是孤军奋战的一个人，你是站在金字塔顶端，
调度一切的国王或是女王。所以呢，这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会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这个踏实感来自于你终于承认你自己本身闪闪发光的能量，也承认自己的野心，你承认自己就是要成为那个做大事的人，宇宙也会给你这样子成大事的机会。所以大家不要再怀疑，也不要再回头了。这7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是要让你成为真正的国王跟女王哦，请你把你过去的这个有点像是假面具拿掉，去赢回或是去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帝国。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2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那如果你对于要怎么样子快速显化自己的好运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在灵性的世界里一起学习成长，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7天之内会发生的好事情。你们看到这支影片7天之内会有什么好消息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哦。好，这2张牌啊，首先呢有一种强大的共振的能量哦。你们很像是在水中漂浮的灵魂哦。我觉得它是一种在凝滞的一个状态里面，静静的等待有谁来伸出一双手，或是静静的等待某一道光的降临哦。在这个等待中，你们是保持着高度觉知的，有点像是你心里其实很渴望有这么一双手，但是你不见得会大声的去呼喊，也许你是一种被动的等待救援的状态，被动的希望有人能够看见你。有些朋友你或许觉得自己正在跟外界隔离，有些朋友或许你已经把你的心门封闭了很久。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目前的一个状态有点像是你的心其实是很沉的，然后你的心很像是一潭深不见底的水，你们并没有歇斯底里的呼喊，并没有这种很愤怒的感觉，而是一种绝望之后非常极致的冷静。你就静静的在这里漂浮着，同时啊，双眼凝视着水面上方微弱的光，你希望某个灵魂能够去读懂你的安静，能够的主动的发现你在这里，主动的发现你的存在，并且把你们拉上岸。我觉得这种被动的求救的讯号，代表说其实你们很疲惫，你们很疲惫了，你们的海底轮因为长期缺乏安全感，导致你们选择一种好像悬浮的一个状态。你会觉得有时候这个世界太吵太混乱，所以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感官关起来，同时啊，你也不会主动的去求援，因为你不知道谁是可以信赖的，或是你不喜欢被拒绝的感觉，所以呢，你们会呈现一种静静等待的状态。觉得这也是你们在替自己去争取最后一点喘息的空间。其实你们非常渴望一份很纯粹的理解，你希望不用过多的言语，就有人能够看穿你们盔甲下的伤痕。你希望有人可以给予你一份不需要特别解释的温柔。我觉得你们内心非常的矛盾，你渴望被拯救，但是又恐惧被其他人触碰。你渴望有人能够拉你一把，但是你不敢主动的去出击，所以你们的个性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然后我觉得可能过去的经验告诉你说，你一旦卸下盔甲，可能危险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有些朋友你现在的这个封闭啊，它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你还在等一个人，这个人是能够去救援你，同时又能够去好像尊重你界限的人。所以呢，对你来说啊，如何允许某个人带着善意靠近你，然后你也能够去完全的信任他，
对你来说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蛮大的课题哦。然后第二张牌哦，你的内在啊，其实我觉得很像是一座被精心保护的这个岛屿哦。你们自己为自己画了一个界限，就像森林中的这个女子，她穿了黑裙，然后手握的这个魔法棒在脚下画着圆圈，这个可能也是你们很真实的一个写照。因为你过去可能曾经因为太过温柔，或者是太过同理别人，对别人的一些需求毫无防备，最后呢被反噬的遍体鳞伤。所以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啊，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一定经历过很多因为过度付出之后被当成某一种理所当然产生的委屈感，或者说因为好心的去帮忙别人，结果最后却被反咬一口，或是别人因为贪心人心不足蛇吞象要的更多。比如说在感情里，你无条件的给对方支持，但是对方却予取予求，或者是说在职场在原生家庭中，你们是承担最多情绪垃圾的人，或者是说给予最多金钱跟资源的人哦。所以过去累积这么多的伤痕，你们学会了设下界限我觉得你们学会了冷静。这个冷静啊，是因为你长久以来过度的紧绷，学会了一种自保的方式。就像前一张牌啊，这个在水底静静漂浮的这个女生啊，她内心其实一直在等待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潜入深海，能够真正的看见她的伤口。这一组的朋友啊，过去你们可能把界限放错了位置，但这两张牌的能量一结合起来啊，我觉得其实你们渐渐的会完成一次很深刻的蜕变哦。就是你们已经深刻的领悟到一件事情，善良跟天真之间它是有巨大的鸿沟的。善良是我不害人，这个是你们本身灵魂就有的一个高贵的本质，但是天真是我相信别人不会害我，这个危险的错觉啊，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种种的经历啊，让你已经抛弃了这种想法。那你们同时啊，也正在升级你的价值观哦。你们会去理解一件事情哦，从我不能够太计较，变成我自己的利益跟价值是值得被保护的。你们也不再认为说拒绝别人是不行的，而是明确的知道说拒绝别人是对我自己能量的一个最高级的尊重。同时你们不再盲目的相信所有人，而是先保持观察之后再做筛选。所以这一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其实变得更加的成熟，你们更加的看懂人性，你们可能理解这个世界不一定是非黑即白，你们清楚大部分的人都活在某一种灰色的地带，所以呢，你们就成为这片灰色地带中最冷静的一个观察者。你们想要去精准的分辨说谁值得深交，谁只能在你的这个圆圈之外，界限之外跟你保持距离哦，因为你真的不想要再让不对的人有任何机会进入到你的灵魂净土。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自觉的保护，为了确保你自己不再被随意的侵犯哦。因为你过去可能无条件的敞开心轮，让你的这种能量流出去，最后呢得到很多痛苦的一个教训。所以啊，你们从过去一次一次的蜕变，渐渐升级成现在这样子的状态。好，以上啊就是第三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符合的话，我们赶快继续听下去哦。好，有什么好消息要来呢？首先呢，我们第一张牌是美丽基本真哦。这张牌啊是宇宙给大家的深情告白哦。大家看一下牌面当中这个女生啊，她正在绽放她的光芒，她非常的喜悦。这一组的朋友啊，接下来7天哦，宇宙会邀请大家进行一场真实的回归哦。你可以卸下那些武装哦，而且你能够不再为了别人的喜好而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呢，
你原本隐藏起来的本色本真哦，那个你自己就会开始闪闪发光。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你只需要去找回最真实最自在的你自己。当你允许自己做自己的时候啊，所有你渴望的资源、渴望的机会，都会因为这股真实的频率主动的向你靠近。你的真实会成为你最强大的护身符。还有哦，大家可能会收到一个意外的惊喜，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特别的一个待遇哦，很好的一个待遇，有点像是 VIP 等级的这种待遇哦。比如说，你可能会收到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人传来讯息，或者是说，工作上意外的接到一个这个邀请，这个邀请是非常重视你，非常尊重你的，然后让你有一种被看见的感觉。这个过程呢，是因为你的气场改变了，所以呢，你的贵人自然而然和你频率相符的贵人自然而然会靠近。某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会在公开的场合给予你肯定跟赞赏。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会收到的最具体的一个回报哦。好。这张牌有一个红发的女子站在一面巨大的金色的镜子前哦，她伸出手触碰了镜面，镜子里面有无限延伸的倒影，是同一个她，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子无限的延伸哦。整张牌它是一个深绿色跟金色的能量，神秘而且带着一点不安的感觉哦。这张牌内心其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隐喻，就是你以为你在看外面的世界，但其实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你内心的一个投射哦。有点像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事情本来的面目，而是我们自己。佛教也有一句话说，万法唯心造。你的外在处境其实是你内在信念的一个镜子哦。所以这7天呢，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境，这个情境会触发大家熟悉的感觉，可能是委屈，可能是突然想要退缩，可能是算了，我不想要再说了，我不想要再继续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关闭的封闭的能量哦。你当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开心，有一点闷，但是你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你好像又照着某一个老剧本走了。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停下来，并且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可能是你第一次开口说出你的一个心里话，或者是你选择不再以沉默作为你的回应，而是立场坚定的表达你的感受，或是在心里告诉自己说，好，我这一次不要再这样了。所以这张镜子它不是来让你痛苦的，它是要让你看清楚一些事情，你才能够前进，或者是说和某些人事物说再见。所以呢，这张牌它其实是一个充满智慧的镜子的一个大厅哦。当我们凝视外在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在跟自己的内心对话，就像那一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人事物，或者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运作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些不公平，我们看见这些不舒服，但接下来的这个7天呢宇宙会让大家换一个视角，就像古老的智慧传达到你的身体里面一样哦。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镜子，当我们试图去改变外在的真实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可以去转过身来，去看看你内心那个需要被疗愈、需要被抚慰的一个内在小孩哦。就是说这一次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深度的觉察，看见生命当中一些不舒服的事件一再发生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说，这个是一个提醒哦，同时这也是一个绝佳的进化的过程哦。你们能够看透这些表象背后的本质，接下来你们的心境会突然宽广起来。我觉得这个智慧降临会让你避开很多无所谓的无谓的一些内耗跟消耗。你可以用最平静的姿态去处理那一件一直你觉得很不满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或是悬在你心头的事情哦。当你内在平静了之后，外在的迷雾也自动散去了。同时这张牌也象征了真相的揭露。未来的7天之内，大家可能会意外的听到一个关键的消息，
或者是说看到一份让你恍然大悟的一个书信或是文件或是一个讯息哦，也有可能是一个长久以来被卡住的悬而未决的一个案子有了进展，有了回音，或者是过去一直被隐瞒被遮盖的真相现在终于显露出来哦。对第三组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利多的时期，因为你们能够看清楚了，看清楚之后你就可以精准的做决定。这种洞见啊，会帮大家避开很多冤枉路，或是省下一笔这种意外支出的金钱，就是让你不会多出这些花费，也有可能大家会因此去谈成一些加薪、升职加薪的一个机会等等的。好，下一张牌，这张牌很漂亮哦 Nirvana。 好，这张牌讲的是涅槃。涅槃呢，它是一个火焰熄灭的概念哦，它讲的不是死亡，而是你的执着燃烧殆尽之后的一种宁静。就是说，当我们不再紧抓着这些来来去去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哦。好，这张牌对应的这个脉轮，它是顶轮哦，顶轮的颜色是紫色或是白色，它连接到宇宙跟更高自我之间的一个通道，所以当顶轮打开之后，大家会有一种被拖住的感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支撑着你。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可能会有一个突然觉得身心很放松的时刻，因为过去你可能比较紧绷，比如说呢，你会经历一种你可以和一个真正让你放松的人一起相聚的这种时光跟机会，比如说在餐厅两个人一起谈天说地，觉得非常的开心。那或者是说你本来不想要去的一个聚会，但是你去了之后会发现原来这个聚会其实挺好的，就是外面的世界其实是值得你去接触的。也有可能是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突然放了一首歌，这首歌会让你整个人都静下来，让你胸口那个一直紧缩着的地方突然放松了。那整张牌的能量它也是一个关于选择权的一个提醒哦。它想传递的其实是一种灵魂的自由哦。我们可以选择快乐，我们可能会觉得快乐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呢，要达到某一个成就、某一个状态才能够给自己一点点快乐或一点点喘息。但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其实真正的自由是由你自己亲手决定的。也就是说呢，心定则境转。当你的心不再被外在的焦虑牵着走的时候，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一份属于自己的安宁哦。在未来7天之内大家会感受有股力量在召唤你，你突然领悟到，原来很多让你疲惫的责任是自己主动选择去背负的。你主动的去选择背负，同样的，你也可以主动的去选择放下。所以呢，这7天你们会去练习把主导权抓回自己的手上，让那些消耗你的能量渐渐的消散，或者是你跟他们说我不参与了，跟他们说再见。当你拿回了自己情绪的主导权，你就会发现其实内心有一种久违的宁静感。这个自在可能就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涅槃。同时这张牌也连接到外在债务或是压力的解除哦，一直困扰你的金钱问题、账单问题有了转圜的余地，或者是说你一直等待的审核补贴或是资金在这一周意外的入账了。当你在心境上选择了涅槃，外在的世界也会跟着松绑。你会发现本来卡关的流程状态突然变得很顺畅，这个是宇宙给你们的惊喜。只要你放下内心的纠结金钱跟机会也会顺着正确的路径来找到大家。很棒第三组的朋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提醒大家好，我们来到了阿卡西记录这一张牌
好，有一座古老的神殿啊，高耸，两侧有高耸的石柱，这个柱上啊雕刻着守护的神灵，中央是一道拱门，拱门里面呢有一弯金色的新月。拱门下方啊有瀑布，很美丽的一个瀑布哦，水流倾泻而下，然后整个雾气弥漫，它很像是天跟地之间的桥梁哦。这整个画面是庄严的，是神秘的，我们好像走进了一个时间静止的地方哦。阿卡西记录呢，它指的是一个宇宙之间无形的资料库，它记录着每一个灵魂在所有时空维度中所有的经历、选择跟可能性，它是宇宙的记忆哦。那我们可以透过阿卡西去解读大家的灵魂蓝图哦。这张牌出现呢，代表说你们的眉心轮正在苏醒。那眉心轮掌握直觉、洞见跟接收灵感的能力哦。当眉心轮打开之后，你会突然的知道一些事情。这种知道并不是来自于理性的逻辑哦，是来自于更高的智慧和更深的地方哦。所以这7天呢，你们会收到一个没有预期的讯息或是机会。那一个你这种突然的消息，你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默默的有了新的进展。或者是可能是大家的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主意或是方向，然后这个主意跟方向未来呢，让大家得到了比如说想不到的一个翻倍的获利，或是一个很好的新的途径。也有可能是在沉静下来之后会发现过去一直解不开的一个困难，一直想不通的一个背后的这个逻辑，现在终于想通了，明白了。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张牌它很像是你们去连接到古老的智慧的图书馆，它的能量非常的饱满，而且它在告诉你说，其实你们渴望的答案啊，早就存在你的灵魂之中了。如果你过去觉得很烦恼，或是对于未来啊有很多很多的担忧，思绪很混乱的话，大家真的要把这张牌的能量收下来哦。因为这张牌象征着觉醒的流动，它是宇宙智慧的连结哦，它可以让你困惑许久的这些人生的难题，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啊，就突然解开了，突然拨云见日了。所以这张牌带给大家一个很强大的支持的能量哦。当大家感到迷惘的时候，请闭上眼睛，去感受这股流动。它在告诉你说，其实你的直觉就是你最精准的导航哦。我们不需要急着向外去寻求认同。当你愿意安静下来，去倾听你内在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你会接收到来自宇宙的智慧的能量的浇灌。所以请多留意一些突然闪过在脑海中浮现的念头，或者是某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巧合，或者是灵性数字的出现，这些都是宇宙在对你说话，在指引你走向正确的方向。那同时啊，我也看见了你们的一个点子，或是阅读到的一句话，都会让你能够瞬间理解如何解决手边的这些困难，或是工作的一个流程的改善。那更具体的说啊，大家你们的这个创作想法点子，或是你说出来的话啊，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个赞赏、流量或是肯定。也有的朋友啊，你花了很多心思构想的一个专案跟方案，会获得上级或是合作伙伴的支持，给你更多的权限或是实质的一个资源哦。这些都是你们的智慧可以转化成实质的收获、奖金跟红利的时刻。好，再来看一下最后的能量。好，这张牌的能量很美哦。好，在画面中啊，有一个女生啊，闭着眼睛，然后她身后都是好漂亮的这个花朵，暖黄色跟棕色的能量。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
真正的智慧啊，除了不断的增加之外，我们也要懂得减法，懂得放下，懂得让那些不再属于我们的东西优雅的离开，优雅的退场。好，这张牌对应到的是喉轮哦。喉轮掌管的是一个表达的能量哦。当喉轮通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为自己的需求发声，才能够说出自己内心真实想说的话。这组的朋友啊，我看见在这7天啊，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个很具体的行动，就是放手。比如说删掉一个对话视窗，封锁一个人，退出一个消耗你很久的群组，或是把某些东西整理掉、送掉或是丢掉。也有可能是你终于回复了某一个拖了很久的讯息，或是你终于去整理了某一个应该很早就要整理的地方。那整个过程啊，动作啊，做完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会非常的放松哦。这一次的整理，这一次的放手，会为大家清理出一个空间，让真正值得的东西有地方可以进来哦。宇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填满你刚刚清理出来的空间。我看见有人会看见你的美，有人会跟你做连结，这个一步一步的能量啊，它是被串联起来的。过去啊，你可能习惯把很多的东西都抓得很紧，因为你怕一放手，你拥有的东西可能就会离开啊，或是它就会溜走啊。但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这张牌啊，它讲的释放执着，它并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最高级的信任。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过去已经做得够好了，现在请试着放手，就像是把你的忧虑交给更高维度的力量。当大家松开了那双紧握的手，才会腾出新的空间，那真正的丰盛跟奇迹也才有机会进来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周你会感觉到那个一直压在你胸口的重担，会因为你自己的一个转念放下了。这是一份来自宇宙的礼物哦。我们不再试图的跟命运去做对抗跟拔河，而是选择顺应生命的流动。你会发现选择信任之后，一切都变得很顺遂。所以呢，请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练习信任，信任你所经历的安排，信任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会让你到达更好的一个地方。现在当我们放手，彻底放手之后，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失去，反而接住了整个宇宙丰盈的爱。好，那在外在具体显化的事情是，当我们放下了对结果的执着之后啊，你们会收到意外的一个礼物哦。这个可能不见得是你过去苦苦追求的，但是却是你当下正好需要的。比如说优质的人脉，意料之外的这个奖金，或是意料之外的金钱，或者是你觉得本来可能机会不大的一个提案或是这种申请啊，现在获得了意外的一个转机哦，有点像是中乐透的这种感觉，就是几率很小，但是你们进入了最后的一关，并且取得了这个很稀少的名额哦。在过去你可能会认为说这其实是一个机会渺茫的事，可能是非常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呢都实现在眼前了。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好运继续流动，带着惊喜流到你面前哦。我就想要告诉你说，最好的安排从来都不需要你费尽心思的去勉强自己，去委屈自己。大家只要放手，并且信任宇宙，一切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转机哦。好，恭喜选到第3组的朋友。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快速的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灵性的天地里学习成长，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跟机会。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